嗨，观众朋友，大家好！细语人生法轮大法神奇系列节目又和您见面了。那我们今天节目为您请到了一位非常优秀的年轻人呢，他在这个中国国内呢也有很多这个音乐方面的历练。那目前他毕业于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的电影配乐专业，是吧？焦幸福，你自己给观众介绍一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 Joseph。毕业于美国波士顿伯克利音乐学院电影配乐专业。哇，好棒哦！非常知名的非常有名的这样的一个艺术音乐学院。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这个修炼法轮大法，这可能是一个趋势了非常多的年轻人，在我的采访过程中也发现是这样。那你是什么原因开始修炼法轮功的呢？就是我记得是08年，年末。08年年末的时候，然后我就得了一种病，叫做大叶性肺炎。它那种病呢是很急性的，它一发病起来，它会持续的高烧不退，然后就那个肺会化脓坏死。当时我就得了这种病，当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以为就是咳嗽，刚开始咳嗽。然后在宿舍里边呢，就是持续1个星期，连续发烧39度到40度。到后来，我的同学，当然我也上不了课了。那我同学觉得这好像也不太妙，就打电话给我父母，然后他们就把我送到医院了。送到医院，然后医生说：“你怎么那么晚才来呀？一周了之后才来，太晚了。”然后当时一拍片子一检查，我的肺部75%就化脓坏死了。哎呦，当时呢就到后面越来越恶化。这种病呢它是没有特效药的，它只能靠打这个药水呢，也是葡萄糖啊这种，只是把这个生命维持着，然后让自己的免疫系统、自己的免疫力把它慢慢的排掉，所以它的死亡率能够达到超过60%。到现在还没有什么特效药，这种大叶性肺炎。那后来你怎么样的呢？怎么恢复的呀？后来呢，就是当我很难受的时候，连呼吸就那么吸那么一点气的时候，就已经剧痛了，就已经呼吸不下来了。当时我就想，我20多岁，那我还没活够呢，你的人生不会就这么戏剧性的结束了吧？当时就挺不是滋味的，心里边。这时对周索夫的病情，医学已经没有回天之力，剩下的只有靠他自身的防御功能、免疫力来抵抗和排除入侵的细菌和病毒了。可是当时的他，呼吸已经极度困难，呼吸一下肺部就剧痛不已，他已没有任何的抵抗力。那等待他的又是什么呢？后来呢，我的女朋友还有她因为她全家人的修炼法轮功，当时我也知道有人跟我讲了真相了，所以我知道法轮功是被迫害的，但是当时我还没练。那是什么时候呀？哪一年？08年的时候。2008年。对，2008年的时候，我当时没有练，但是我知道法轮功是被迫害的了。因为就说到我女朋友吧，我女朋友和她的妈妈来到我的病床前，他们看到我这么严重了，所以他们就过来看我，他们就当时挺危险的，冒着那个环境，因为国内的迫害形势很严峻，所以因为医院是个公开的地方，他们就不顾这个危险，
就跟我说，你一定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这句话能救人，灵验，不需要你做其他的事情，你就念这句话。当时我很怕呀，感觉到好像有什么压力，我一直不敢念。他们就说你在心里面默念，你不用喊出来，你在心里面默念就成。哦，对。然后我就说，哎，默念那行啊，反正我默念没人听到啊，那我就默念，我就从早一直念到晚，不知道念了多少遍。因为人嘛，到了绝境之后，抓到一根救命稻草，那就不会松开了。就一直默念。然后我也不知道行不行，但是这是最后一招了。当时我也难受的不行了，很难受了，人就全身没有力，软软的，就躺在床上根本动不了。然后到晚上，在半梦半醒的这个状态，然后就觉得全身呢，就好像那个电视机的那个荧光屏，就没有信号的时候，那种没有信号的时候的那种画面，一个一个小金点，它是金色的，那电视机那是银色的那个，但是我这个小金点，然后就全身都好像在打仗似的，有被电的那样，觉得哎呀，好像被电的感觉。我说哪来的电呢？也没有电，我躺在病床上。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间看到身后出现一个2层楼那么高的巨大的金色的大齿轮，后来才知道那是法轮，一直在旋转着，还带有非常浑厚的转动声，发出金黄色柔和的光芒。便不由自主地将手伸了过去。当触碰到这个法轮的时候，我发现它居然可以穿透过去。于是呢，我就慢慢地将身体融进了这个法轮里。当进入法轮时，感觉从未有过的温暖，全身每一个细胞就像在春天来临时万物复苏的感觉，但身体却觉得非常非常的舒服、安静。就这样，他静静地感受着那种奇妙的感受，直到突然间，大法轮不见了，万籁俱寂。他轻轻地睁开眼睛，肺部不疼了，呼吸也不困难了。就这样，他仿佛一切都是新生的。然后我就可以下床了。当时我就下床，我爸就吓一跳。我就说，哎，因为他陪床嘛，在医院陪床，他就说，哎，怎么你下来走了？然后我说，对啊，然后我就开始吐那个痰出来，就一碗一碗的吐了好几碗，黑色的那个浓痰，吐了就去厕所就丢，就这么吐，然后就病情马上好转，那肺就不那么难受了。然后第2天、第3天、第4天，直到1周之后我就出院了，就1周就出院了。对，然后那医生就觉得怎么好这么快？
他们觉得怎么好的那么快？我当时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啊，又好的那么快。然后那医生就说，那出院了之后1个月之后要回来复查。一般得了这种大叶性肺炎，他那个肺部会化脓会积水，所以他会留下后遗症。一般都会有一个阴影啊什么，就会有后遗症。它坏死了嘛，它好恢复了之后，就像人那个有个伤疤，所以它会结疤的这种。那1个月之后回去一拍，整个肺部那个 X 光片的，它是全部是乳白色的，就是透明、透亮、乳白的。那个医生说是不是拿错片子了？然后这个是完全健康人的肺。没有吸过烟的健康人的肺光洁透亮，对，光洁透亮那个肺，根本就没有吸过烟的那种，就很漂亮。他说：“哇，你怎么做到的？这个就是大法的神奇。”这仅仅是一例，然后还发生了很多神奇的事情。哎呀，我想观众朋友，你听到刚才焦师傅他讲的这个默念法轮大法好，改变了那个大叶性肺炎在医学上已经是没办法就是有效的这个医药去治愈它。默念法轮大法好，他的身体就恢复了这样的健康，真的不得不让人相信啊。对，然后说到这里，我就想起如今的这个国内的这个武汉爆发的这个肺炎，所以我也想跟大家说，就是奇迹已经发生在我身上了。对，之前我不相信，但是发生在你身上了，你不得不信了，是我亲身体验过的。那大家呢，这也是很严重的肺炎呢。那武汉的爆发的这种非典型肺炎啦，这种，而且是没有办法确诊的。我就建议大家能够试一试，诚心念一下法轮大法好，真的奇迹就会发生。对，不只是念，而且你念了之后，你就知道了这个法轮大法是真的好，还是说像中共谎言宣传的那样，真假就分辨出来了。那好了，那非常感谢焦秀今天上我们的节目，把你这么好的这个人生故事分享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周师傅在他这个性命的紧要关头，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救回了他年轻的生命。这个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字真言里边珍藏着宇宙纯正的能量。只要您诚心的敬念，不但呢能解人于危难之中，而且在这个茫茫的黑暗之中呢，它会照亮您脚下前行的方向。好了，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节节目时间再见。天地两茫茫，世人相和。